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款电热水器的内部电路。这个电路可以对太阳能热水器进行控制，也可以对普通的电热水器进行控制。它包括3部分，一部分是低压电源部分，一部分是水位检测，一部分呢是温度控制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低压电源，220伏通过一个公频变压器降压，这端是通过继电器的长开点给加热管供电，降压后的交流电压经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，再经电容吸一滤波以后向后级输出。这个电压给我们的继电器线圈供电，同时给保温加热指示灯供电。这端通过1兆的电阻给水位开关进行供电，还通过这个导线给我们的 MC4069 供电。输出的电压再通过220欧电阻线流这个 9.6 伏稳压管稳压以后，得到一个 9.6 伏的电压，给比较器的3角进行供电。同时这个 9.6 伏还通过 1K 电阻线流过来以后，通过这个 3.6 伏稳压管得到一个基准电压，给芯片的90角进行供电。我们先看一下水位检测。MC4069 它内部是6个独立的飞门，飞门的特性是在输入端输入低电位，输出端输出高电位，在输入端输入高电位，在输出端输出低电位。当热水器内没有水的时候，我们这端的电压通过1兆的电阻给各个端子供一个高电位，这个端子呢又把这个电压加到输入端。很显然，所有的输出端都输出低电位，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。当内部充满水的时候，由于这个端子与所有的端子短路了，这样呢使输入端为低电位，也就是0伏。由于输入端是低电位，输出端就是高电位，相应的指示灯被点亮。水位越高，点亮的指示灯越多，从而实现了水位的显示功能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温度控制电路。这端的电压通过电阻 R3 线流，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 5.6K 的电阻线流之后，加到这个 C9013 三极管的基极。如果这个位置为高电位的时候，这个三极管是导通的，那么继电器线圈就会得电，长开点就会闭合，给加热管进行供电，从而使热水器进行加热。温度控制呢是通过这个 NTC 的热敏电阻与这个电位器输出的电压进行比较，从而来控制温度的。NTC 的热敏电阻就是负温系数的，它会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减小。我们看这个位置得到了 3.6 伏基准电压，通过 2K 电阻线流，我们这个 NTC 热敏电阻分压就会在这儿得到一个随温度变化的电压，加到比较器的7角。而这个 3.6 伏的电压又通过这个电阻线流，这个电阻分压以后，得到一个电压送到这个电位器的这端。电位器的这端呢，是通过这个电阻线流，这个电阻分压以后，与这个中心抽头接在一起。很显然，调节这个电位器的中心抽头就能够改变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低，从而改变了这个比较器6角的电压高低。在正常加热的时候呢，由于 NTC 热敏电阻的阻值较大，所以呢7角的电压高于6角电压，这时比较器的这端输出，也就是1角输出高电位，它输出高电位使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那么我们这个三极管的基极为高电位，它就是始终导通状态进行加热。同时我们看这个位置为高电位的时候，这个8角是高电位。由于这个位置我们刚才说了是 3.6 伏在9角和10角上，8角与9角进行比较，8角高于9角，那么我们这个位置也就是保温灯这端输出一个低电位，使保温灯熄灭。同时13角呢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送到这儿的，那么我们的加热指示灯是点亮的，从而对热水器的加热状态进行显示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 NTC 的热敏电阻阻值迅速的减小，它减小到一定的值，使这个位置的电压降低，这使6角电压高于7角电压，那么这个比较器这端就会输出低电位，也就是说向内部导通，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。那么我们的三极管就截止了，
继电器的线圈失电，从而使继电器的长开点断开，使热水器停止加热，进入保温状态。同时，这个位置为低电位的时候呢，这个11角为低电位，10角这个位置为 3.6 伏，10角高于11角，这时这个比较器输出到13角，使加热指示灯熄灭。由于保温指示灯这个位置为高电位了，所以呢，通过这个线流电阻给它供电，保温指示灯点亮，对热水器的保温状态进行显示。另外，我们看到这个2角也是能够控制我们这个3极管的，从而控制继电器，控制加热。它是什么原理呢？这个4角是接在 3.6 伏上的，而这个5角呢是通过这儿接到我们这个第2组开关上的，也就是这个4角。MC4069 的3角输入端呢在2/6处，也就是说当水位低于2/6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是停止加热的。只有这个水位高过这个2/6水位值的时候，才能够进行加热，从而实现防干烧功能。很显然，当水位值不超过这儿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4角输出低电位。由于4角是低电位，5角低于4角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位置是输出一个低电位，也就是2角输出低电位，不能够使继电器熄合。当水位高于2/6位置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4角输出一个高电位。因为我们这个输入是在12伏左右，所以4角输出的电压接近12伏，5角高于4角，2角不受影响，也就是输出一个高电位，从而使继电器驱动管只受温度检测电路控制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